大家好，这里是看着说，我们今天将继续讨论蛋白质食用数量的这个话题。上期我们提到了正氮平衡这个概念，现在我们来详细介绍。我们在蛋白质的作用那期话题中介绍过，蛋白质是由碳、氢、氧、氮4个元素构成的。请注意这个氮，在营养学中，蛋白质是复杂的含氮有机化合物。蛋白质在体内分解为氨基酸，氨基酸氧化就形成了氮，氮通过汗液和尿液排出体外。通过对身体氮含量的观测，就可以了解到身体内部蛋白质数量的情况。也就是说，蛋白质食用量高，身体内部氮的含量就高；蛋白质食用量少，身体内部氮的含量就低。当氮的摄入量超过排出量的时候，就是我们常说的正氮平衡，我们也可以称为叫做正氮状态。反之，当氮的排出量超过摄入量时，就是负氮状态。那么正氮平衡对身体有什么意义呢？要知道，只有在正氮平衡状态下，身体才能发生合成代谢。也就是说，你的肌肉经过训练会出现损伤，肌肉需要恢复和生长。只有在正氮平衡的状态下，你的肌肉恢复和生长才可能发生，肌肉的力量和体积才可能增加。在负氮状态下，身体会发生分解代谢，肌肉处于分解和损失状态，肌肉的力量和体积都会减少。因此，蛋白质的食用数量和肌肉的恢复以及生长有重要的关系。你可能会看到一些蛋白粉啥的，叫做正氮蛋白，其实就是想说这个蛋白粉可以给你带来正氮平衡状态，但是能不能给你身体带来真正的正氮平衡状态呢？这只有神知道了。人体运动时会造成氮的代谢数量增加，所以运动人群需要高于普通人蛋白质的食用数量，因此我们才推荐运动人群每天蛋白质的食用量保持在每公斤体重 1.5 克以上。很多人都比较关心蛋白质食用过量的问题。首先给你结论，蛋白质不会将你的肝肾吃坏。在今天世界的医学领域，没有任何一个病例报告显示一个人的肝肾通过大量食用蛋白质造成病例出现。当然，这个结论基于3个条件。第一，你的肝肾是健康的。如果你的肝肾已经有疾病，那么你应该听从医生的建议量来补充蛋白质。第二，蛋白质进入体内，氮元素会通过尿液和汗液代谢出体外，水分的代谢是通过肾脏完成的。所以当食用大量蛋白质时，同时增加水分的摄取量，可以帮助氮元素更好的代谢出体外。我个人在和中国田径协会、美国职业棒球联盟以及综合格斗项目的合作过程中，特别研究过不同运动项目运动员的水分摄取以及蛋白质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同项目的运动员食用的蛋白质数量是不同的，尤其是综合格斗这个项目，运动员会摄取每磅体重4克以上的蛋白质，是平时健身运动蛋白质推荐量的4倍以上。同时，他们的饮水量也会达到每天惊人的10至12升以上，他们不会遇到任何肝肾代谢蛋白质的问题。第三，每天摄取足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蛋白质是酸性的营养素，矿物质有调节身体酸碱平衡的作用，维生素可以作为身体营养的媒介物，帮助营养的输送和代谢。因此，当增加蛋白质的食用数量以后，同时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可以减少蛋白质在补充增加时给身体带来的潜在的问题和麻烦。我个人认为，蛋白质的摄取量是无上限的，当然只要不是诚心的和病态的食用。例如，你体重是80公斤，176磅，那么你一天可以代谢掉700克的蛋白质。你一天喝掉1桶2磅的蛋白粉，你是可以代谢掉的，因为普通的1桶2磅的乳清蛋白质的含量不会超过700克。但是你非要一天喝掉1桶5磅的乳清蛋白，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打消蛋白质摄取过量对人体有害的这个误区。好，我们来总结一下蛋白质食用数量的这个话题。第一，蛋白质食用要做到心中有数，最好先查阅食物营养成分表格，来了解你常吃的蛋白质食物到底有多少蛋白质。买一个食物秤，经常为食物称重，来了解不同重量的蛋白质食物到底体积是多少，来帮助你对食物的重量、体积以及蛋白质的数量有个基本的概念。
不运动健身的普通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取量应该保持在每公斤体重1克；运动和健身人群，蛋白质的摄取量应该保持在每公斤体重1.5克以上。第三，只有补充足够的蛋白质，才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处于正氮平衡状态。正氮平衡状态是我们身体肌肉恢复和生长的基础，不然你在运动和健身中的努力将会被浪费掉。最后，在你的肝肾是健康的条件下，补充足够的水分，摄取丰富而足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你的蛋白质使用量可以是无上限的。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